我们都知道，想要孩子快点长大，给孩子吃的食物质和量都要有保证。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的中文，你有没有想过给孩子听到的中文质量怎么样呢？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在美国开中文兴趣班的 Masugi， 在这里跟你聊一聊在海外培养孩子中文那些事。很多家长可能都没有想到，原来我们给孩子听到的中文也有质量高低之分。今天我们就用我们最熟悉也最关心的食物的质量来做一个参照物，来讲一讲中文输入的质量这件事。你来看看是不是同一个道理？我们养育孩子一日三餐，定时定量，食材要新鲜，品种要丰富，营养要均衡。You are what you eat。 食物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孩子的健康成长，一点都不能忽略。如果我们把对食物的精挑细选的这份心思放在对孩子的中文输入上，我保证你的孩子的中文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质量的质。优质的食物呢，很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吸收，转化为好的能量，为身体所使用。同样的道理，优质的中文输入让孩子容易理解和吸收，储存到脑里，或者直接说出来使用。最优质的中文输入呢，是面对面的交流，孩子能够从对话中吸取有用的信息。对比之下，同样是中文输入，让孩子看中文视频，特别在孩子不大能听得懂的状况下，这种中文输入是劣质的。说完质量的质，我们来看一下质量的量，就是孩子能听到多少句中文。一句中文和100句中文的差距肯定是很大的。优质的中文输入量越多，孩子吸收的可能性就越大。注意，我在这里提到的是优质的中文输入量。如果是劣质的中文输入量，例如让孩子看大量的中文视频，但是没有面对面的交流，那孩子是不可能习得流利的中文。就好比如说，让孩子每天吃大量的炸薯条，喝大量的可乐，他是吃饱了，但是他会健康吗？聪明的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中文输入的质和量是相辅相成的。有优质的中文输入，但是量不够，不行。量够了，但只有劣质的中文输入也不行。有专家提出，如果想要孩子习得一门语言，在他醒着的时间里，至少要有30%的时间是沉浸在这个语言当中，最低不能低于20%。这个建议很好理解，因为时间是很容易衡量的。但是我对这个用时间的长度来衡量孩子习得语言的可能性有不同的看法。假设有一个海外的华人孩子，每一天有10个小时是醒着，5个小时去英文学校，5个小时在家有中文输入，这个孩子在这2种语言里沉浸的时间是相等的。但是质量呢？你可以保证你在家的中文输入是可以在英文学校里一样，有老师准备的课程和活动，有很多说同一种语言的孩子一起互动吗？对于我们很多忙碌的大人来说，哪怕只是放下手机，好好陪孩子聊聊天，也需要一定的意志力。这2种语言质量的高低，解释了为什么在海外很多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以后，喜欢把学校的英文搬回家。因此，在质量的差异下，很难用孩子的中文输入的时间来判定孩子将来是否习得中文。只有在保证语言输入的质和量的情况下，才能提高孩子习得中文的概率。听明白质和量的重要性，难题来了。食物的质量很容易把控，食材是否新鲜，一看就知道了。量是否足够，看孩子有没有喊饿就知道了。但是中文输入的质量就很难把控了。我怎么知道孩子听到的中文是否优质呢？我怎么知道要在他的小耳朵里灌多少中文数量，才可以让这些中文从他的嘴巴里跑出来呢？如果这些问题难倒了你，你又很想知道答案，那你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一期继续聊。